咱们都好久没见着贤妃了。从前有些误会，让贤妃委屈了几年。如今贤妃重新回来跟咱们作伴儿，彼此要和睦才好。谢皇后娘娘关怀。贤妃，慎贵人从前是伺候你的，如今深得皇上欢心，你们更要好好相处。是。是。虽说这慎贵人从前是伺候贤妃的，可如今却大不一样喽。仗着皇上喜欢，不是成日里在宫里打骂奴才，就是什么睡梦魇了，吵吵闹闹的，也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。嘉嫔娘娘说笑了，嫔妾侍寝的时日多，能有几日是哭闹的？娘娘别是听差了。得了，青天白日的呢，别老把侍寝这种话挂在嘴边。贤妃，还有淑嫔和庆常在，他们都是新人，你得空也跟他们说说话。你今天这身打扮也素净了一些。本宫当年赏给你跟贵妃的那对镯子，你怎么不戴了？莲花镯上的赤金丝松散了，臣妾送去修了。若是修好了，还是要天天戴着，那才是咱们前嫡姐妹的情分。那是自然。皇后娘娘的厚爱，臣妾是一日都不敢忘。贤妃也是刚回来，该好好歇着。过几日立冬家宴，本宫再替你好好热闹，就算是为你贺喜。谢皇后娘娘。姐姐有空啊，多到我宫里去坐坐，也看看我照顾永皇尽心不尽心。永皇养在你的宫里，自然已经是你的孩子，怎会不尽心？是你受了委屈，永皇才寄养在我宫里的。如今你出来了，理应还给你才是。这样嘉嫔有永成，我有永璋，你有永皇，大家一样才好呢。你想得细致，只是我刚从冷宫出来，诸事还需梳理，也怕对永皇照顾不周，还是留在你宫里吧。妹妹一定不辜负姐姐的嘱托，好好照顾永皇。倒是姐姐呀，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好。那个慎贵人魅惑皇上多年，又目中无人，姐姐一定要料理了她，放得出当年那口恶气。本想让你搬到翊坤宫与我同住，可是你肚子大着，不方便挪动就罢了。若你生了阿哥，皇上进了你的位分，你倒是可以搬到正殿去住啊。才不呢，那里是姐姐住过的地方，现在还跟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我动都没动，就当是留个念想。哼。你这一脑门子古怪想法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啊，生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古灵精怪的性格呢。啊，踢我呢，知道你说他坏话。姐姐，说起来你回来也几天了，皇上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翊坤宫留宿过，也没有翻过姐姐牌子？生疏了几年，心结未解，不想那么亲近。也是，姐姐冤屈未白，遇见皇上自然别扭。明天就是立冬家宴，河宫的人都会见着姐姐，到时候
咱们就看皇后和盛贵人他们如何表现吧。冬天有了暖手炉，还真暖。今儿是立冬家宴，皇额娘魏寒不肯出祀宁宫，幸好有皇上肯赏面儿，咱们也可一起凑个趣儿。今儿个一早啊，朕去京郊看军营演武，便得皇后相邀，得知各宫都做了饺子，朕也来尝个热闹团圆。皇上，这些饺子都是臣妾们亲手做的，无非是一些寻常的菜馅儿跟肉馅儿，请您都尝一尝吧。好。甚好啊，手艺不比御厨做的差。皇上，臣妾不会包饺子，所以只带了一壶玫瑰花瓣酿的醋。贤妃啊，这吃饺子少不得醋。你的东西虽不是最要紧的，但是最不能少的。贤妃，难怪皇上对你如此牵挂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同心一体，想来皇后娘娘对臣妾也是日夜挂怀的。阿若也一样吧？如今盛妹妹都已经是嫔妃了，怎么贤妃还叫她阿若呀？您这么一叫，我怎么看她那身贵人衣裳那么别扭啊？老想起她从前伺候你的样子。从前叫惯了，一时改不了口。好，盛贵人，你是该饮酒尽兴。如意为盛贵人的救主，如今沉冤得雪，今天的家宴也算是为如意热闹热闹。盛贵人身为旧仆，理应同庆。是，嫔妾敬贤妃娘娘。好，盛贵人，看你为贤妃如此高兴，朕也高兴。即日起，封盛贵人为盛嫔吧。皇上，您这般骤然封嫔，也太轻率了吧？皇上，嫔位乃一宫主位，身份贵重，比如梅嫔、淑嫔和嘉嫔，不是生子，也是家世显赫，获宠多年。是啊，皇上，盛妹妹跟臣妾住在一起，若是她也封了嫔位，那这启祥宫岂不是有2个主位了？无论盛嫔如何受封，启祥宫就只有你一个主位。为表尊卑有别，盛嫔的册封礼就免了吧。是啊，嘉嫔妹妹生了皇子，同是嫔位，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皇上，这缺了册封礼，名分不正。朕看重盛嫔，不在于礼数上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盛嫔大喜，想来皇上今日也不必翻牌子了，自然有盛嫔相伴。还是皇后知朕的心意啊。
站住！这刚封了嫔位，就忘了尊卑之分吗？敢走到本宫前头？姐姐是嫔位，我也是嫔位，大家平起平坐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本宫是皇四子生母，乃嫔位之首。你一个贤妃的婢子出身，也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4个字？为着您的救主贤妃出了冷宫，皇上才赏您这个嫔位。其实想想也不对，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毒害梅嫔与宜嫔的皇嗣，可今日皇上却金口玉言说贤妃娘娘蒙冤。依奴婢看，这封赏嫔位，怕是在打您的耳瓜子。贱婢！哟，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，何苦打起自己人来了？立心，这一巴掌你就受着，也跟人家学学是怎么爬上皇上龙床的。奴婢可不敢背着主子偷偷勾引皇上，更不敢背弃诬陷主子。不管奴婢挨了慎嫔多少巴掌，奴婢都学不会这些下三滥的本事。主，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教你学乖。程宠这些年早忘了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吧？敢跟本宫无礼，也想想你有多少本事。我自有皇后和贵妃做主。是吗？那就看看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。人人都瞧不起我，即便我已经封了嫔位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依旧是个贱婢。主儿，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嫉妒你。今儿是您封嫔的大喜日子，这晚上还要侍寝呢，咱们回宫去，奴婢给您拿鸡蛋揉揉脸啊。走吧。阿若这几年，看来过得也不痛快。结恩宠于一身，难免招怨。再说，他当初是怎么样卖主求荣的，大伙心里都有数，自然是瞧不起他。荣华富贵自己求的，欺凌羞辱也得受着呀。晚点的时候你吃了这么多，现在又吃，你不怕撑着吗？不知怎么的，老是觉得饿。你吃那么多，肚子越发大了。反正呢，这身子是见不了人了，不多吃一点，怕亏了孩子，那样更不值得。敬贤妃娘娘安，海贵人安。姜太医，海贵人的食量大得让我担心，不知道她怎么了。海贵人胃口大好，胎气安稳，无妨啊。不过，这胎体看着确实要比旁人同月份的大了许多。主儿，安胎的药得了。行了，先放旁边晾一会儿吧。敢问贵人，可是按着微臣开的药方子吃的药啊？自然是了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味道不大对，吴父，可否把药渣拿来，我瞧瞧？就在外边呢，小的这就去拿。微臣不会看错，这安胎药方里被人足足的添了分量，但这加进去的却不是什么坏东西，而是开胃健脾、稳固胎气的好药。只不过，比微臣开的量
多了些。这药方是微臣开的，药是在太医院抓的，配好之后，微臣看过了，无妨。主明家，奴才从太医院领了药来，就小心谨慎，从煎药到端到主跟前儿，都没有旁人插手啊。这安胎组方被人调了比例，这药性便会偏重于稳固胎气。贵人本就气虚，吃了这样的药，龙胎虽无碍，可是这母体身上的精血就会被胎体所吸收，母体会变弱，龙胎过壮。等到生产的时候，贵人恐怕要吃苦头了。姜太医，这件事劳烦你细查清楚。微臣回去以后一定会细细查证，还请贤妃娘娘、海贵人放心，微臣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。你干什么？臣妾是来侍奉皇上的，求皇上许臣妾侍寝。你侍寝几年了，自然应该知道你侍寝的规矩。怎么，你想按进士房那套来办啊？皇上，臣妾侍寝3年，可皇上不曾碰过臣妾。这么久了，就让臣妾伺候您一回吧。你一心想成为朕的女人，求人得人，朕许了你，也给了你尊荣位分。从此以后，你生是紫禁城的人，死是紫禁城的鬼，老死都逃不出。你可知道这些年，朕为何不碰你吗？臣妾愚昧。朕留你在身边，对你宠爱，自然有留你的用处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永远是贤妃的奴婢，是朕的奴婢。人前人后，别失了分寸。奴婢知道了。挨了谁的打？皇上宠爱奴婢，嘉嫔娘娘不忿，打了奴婢。做奴婢的，哪有不挨主子打的？你要享受这份荣宠，就要心甘情愿受这些罪。求皇上给奴婢一个明白。皇上为何要这样待奴婢？记得朕给你的封号吗？慎，就是要你谨小慎微的度日。你该念着朕对你的好，若不是朕宠着你，你早就不知折在什么人手里了。皇上是不是觉得是奴婢冤枉了贤妃，要折磨奴婢，替贤妃出气？哼，出气？贤妃自会找你出气。朕今日要明白的问你，
当日是谁指使你的？无人指使。是贤妃有罪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朕先睡了。皇上，时辰到了。主儿，您昨儿侍寝肯定累了，奴婢准备了早茶，您喝了歇歇。侍寝，我倒真是累着了。本宫已经是皇上亲口所封的圣嫔，为什么屋里的陈设布置还是按贵人位分来的？内务府怎么这样背懒啊？内务府差人说，皇上皇后立场节俭，左右主还没行册封礼，这嫔位的东西就一起省了。什么嫔位？原不过是让本宫当一个虚名罢了。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今儿是您封嫔的大喜日子，你可不能动气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让别人怎么说您呢？本宫是圣嫔，本宫的东西，本宫想砸就砸，谁又能拿本宫怎么样？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这是您封贵人的时候，皇上亲赏您的，这不能摔。您要是真生气，您就打奴婢也好，可断断不能伤了你和皇上的情分呀。主儿，主儿，皇上心里还有本宫这个人吗？本宫不过就是个玩意儿，任人作践。主儿，奴婢伺候圣嫔这几年，只觉得她的性子是越发的糟了，还会时不时的问奴婢，皇上是不是真的宠爱她？他也算恩宠不衰，还想怎样？皇上虽然宠她，可昨天的立冬家宴上，一口一个主仆，分明是瞧不上圣嫔。是啊，皇上还说，以前的贤妃是蒙冤的呢。你先回去吧。圣嫔若有什么动静，记得随时来汇报。是。皇上会不会翻查当年咱们的事儿？如今贤妃放出来了，皇上自然要找个借口说贤妃蒙冤。否则怎会让人信服呢？实在不行，就把阿若顶出去，左右坐实了他卖主的名声。可圣嫔不会咬出咱们来吗？他阿玛在我阿玛手底下当差，
只要挟持住了贵夺，他就不敢说什么。不是他做的，他都得咽下去。易主出了冷宫，心思放宽，肝郁疏散，风湿也见好了不少。那就好。索性，镯子。江玉斌，你去宫外找一个靠得住的人，把里边的零陵香剔干净，之后本宫再戴上，免得皇后娘娘疑心。是。珠儿，玉壶姑姑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奴婢玉壶，请贤主安。贤主，奴婢此来是为冷宫侍卫凌云彻调度之事。如今有坤宁宫和圆明园2处侍卫有缺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坤宁宫是帝后大婚所居之处，自顺治朝后就成了萨满敬神的地方，倒是一个安闲的好去处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不过，便是没有贤主为凌云彻求恩典，皇上也会封赏他的。为何？因为贤主儿进冷宫时，皇上曾吩咐奴婢寻得凌云彻与赵九霄2人护住您的性命。自然了，凌云彻与赵九霄2人也是功不可没，尤其是凌云彻，几次意外之下救了您的性命，奴婢对此也是感激不尽。皇上心中一直牵挂贤主，否则海贵人调度姜太医之事，怎会如此轻易又无人察觉？自是皇上命齐汝暗中通融的道理。如此看来，皇上把贤主一直挂在心上了。这幅画在郎世宁那儿放了许久，如今才拿了回来。听说贵妃不喜这幅画，曾让皇上丢了。即便是画丢了，人没丢掉，还在心里。朕总想起青樱，青樱那时候还活得自在些，而如意在冷宫艰难度日，但是女工就编了326条烙子，手帕绣了112块。臣妾在冷宫的时候就知道皇上不会忘了臣妾，可是臣妾不知道皇上还知道这些，竟知道的这般清楚。你亲手做的那些烙子和手帕，每一样都是过了朕的眼，才送到宫外变卖的。朕看到那些，就知道你能挨过去，知道你没有心灰意冷。那些凌霄花在冷宫开得出来吗？有没有让你安慰一些？每年都开，开得极好。皇上还派人护住了臣妾的性命。玉壶告诉你的。这凌霄一火还能够治伤痛。朕知道你在冷宫过得艰辛，所以朕希望你像凌霄一样能活下来，
朕也知道你喜欢绿莓，所以送你绿莓粉。臣妾今天用了。这莓粉清香，与你最相宜。你和朕说过，就算再贵重的身外花物，都抵不过绝境中不会放开你的那双手。从今以后，朕会一直握着你的手，你依靠着朕便是。你们都是新来的，给你们讲一下规矩啊。坤宁宫的差事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呢也不小。这是咱们历代皇上登基后大婚的地方，日月同辉，尊贵无比。但是呢，自从顺治爷之后，这里变成了敬神之地，除了偶尔皇后娘娘会带着其他后宫主子来这里敬神参拜。这儿的差事呢，闲得很。但是你们更要打起精神来，不得有半分疏忽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轮值的时候到了，你们去午房歇着吧。下一步，顶上。叫你去折松枝，供坤宁宫的岁朝清供。竟然敢偷懒，就折这么几只啊！姑姑，松枝太高，根本就够不着啊，所以才折了这么几只。姑姑，真不是我偷懒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？自打你进了花房，就心不在焉。怎么着？你还把自己当主子了？瞧你贱的！姑姑，我不敢了。今儿你要不捡好松枝回来，晚饭你就不必吃了。擦擦吧，别哭了。云晨哥哥，我没脸见你，我落在花房当差，人人都欺负我。这样吧，那松枝我帮你去摘。你都听到了？嗯。云彻哥哥，你不在冷宫了吗？娴妃娘娘出了冷宫之后，她拉了我一把。现如今，我在坤宁宫当差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的手，谁把我的手当手啊？云彻哥哥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没有人对我好，
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。走吧。旁人踏雪寻梅，寻的是红梅，主非要看白梅。这白梅隐于白雪之中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白雪红梅自有它的明艳清冽之美，但白梅隐藏在白雪之中，仅凭花香稍作分别。本宫倒觉得世间之美，唯有细细分辨才是难得。娴妃娘娘这番话倒是深得我心。淑嫔，娴妃娘娘若是不介意，大可唤我的本名奕欢，我也可称呼一句姐姐，不必像旁人那样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听着这般俗气。奕欢倒是心直口快。妹妹从何处来？妹妹刚陪皇上用过膳，这皇上用膳时最爱的就是一道梅花清汤，却不想我刚走进这御花园，这么巧便看到姐姐也在这儿独自细赏梅花。寒冬唯有梅花而已，想要凑巧也是容易啊。也是。今日偶遇姐姐，说话倒是投趣。若来日有空，还请姐姐来储秀宫一聚。好，妹妹告退。奕欢看上去冷冷的，倒是个性情中人。真香。你不是戍守在坤宁宫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请娴妃娘娘安。这坤宁宫岁下清供，每日啊都是以松竹梅来插瓶，所以微臣才折了这些红梅。刚才我听到娘娘的声音了，所以想在这儿等您，给您请个安。特意在此等候，不像请安那么简单啊。那个还是被娘娘看穿了。有话便说吧。花房有个宫女叫魏燕婉，她来找微臣。你自己刚有点起色，就有人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那个让你酩酊大醉、意志消沉的人吧？娘娘所言极是。虽然燕婉当时抛下了微臣，独自高飞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她阴差阳错的被贬到花房当差。这花房劳作辛苦啊，微臣也是无意中碰见她，才知道她最近受了不少苦。她一跟你诉苦，你就把她抛下你的事儿都忘了？微臣不是心软，只不过看她这个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天微臣碰见她，她一直在哭，她还说知道是自己错了，所以没有颜面来找我。没有颜面来找你，不也是找你了？还跟你说了那么多让你心疼的话，你都答应他什么了才来求本宫的？请娴妃娘娘把她调离花房，另谋个差事。微臣也不敢妄求，只求她不要太劳作辛苦，受人欺负就行。可眼下花房需要往各宫里送花，也缺不了人手。或者等开春了之后，本宫再想办法给她调去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娘娘恩典。云彻哥哥，来。什么呀？红薯。我除了娴妃娘娘了，要说开春帮你找个好差事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太好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当班呢。那我走了啊。走吧。慢点啊。